欢迎回到心流时刻。当夜幕低垂，城市的喧嚣逐渐安静下来，你的内心是否也开始浮现出一丝焦虑？明天又要面对那些让你感到耗损的人事物，也许是那位总把情绪倒在你身上的主管，也许是一段让你感到窒息的关系，又或者是那个每个月都在追着你跑的财务缺口。当你安静地躺在床上，脑海里却在放映着一部又一部的灾难片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，胸口旁负压着一块石头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越讨厌某个人，那个人就越常出现在你的视线里，甚至换了工作都还会遇到类似的讨厌鬼。你越是害怕某件事情发生，那件事情就越像是装了导航系统一样，毫不留情地降临在你的生命中。相反的，那些你日思夜想、苦苦哀求宇宙赐给你的渴望，比如一段完美的爱情，一次事业上的大爆发，却总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，看得到却永远摸不到。很多人为此感到无力，甚至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天生运气比别人差，或者所谓的吸引力法则根本就是一场世纪大骗局。亲爱的，请你先深吸气，然后把这份沉重慢慢地吐出来，放下你心中的自责与无力感，因为这一切不是你的错。今天我们将透过俄罗斯顶尖量子物理学家瓦基姆·泽兰的惊人发现，为你解开这个困扰了无数人的生命谜团。准备好跟住心流时刻小精灵，一起走进量子场的后台，揭露一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巨大秘密——能量钟摆。在瓦基姆·泽兰的理论中，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不是单一且固定的，它就像是一个拥有无限频道的超级电视机，物理学上称之为无限的量子变体空间。在这个浩瀚的空间里，包含了所有可能发生的剧本，那里有你穷困潦倒、充满挫折的剧本，也同时存在着你丰盛富足、自由自在的剧本。而决定你此刻正在体验哪一个剧本的遥控器，就是你的频率与注意力。但这里有一个最致命的陷阱，也是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踏倒的地雷。泽兰指出，当一群人对同一件事情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和情绪时，这些思想能量就会在量子场中汇聚，形成一个能量结构体。他将这个结构体命名为能量钟摆。你可以把能量钟摆想象成一个看不见的无形能量漩涡。我们生活的周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钟摆，一个充满内耗的职场是一个钟摆，一场对立的网络论战是一个钟摆，甚至连整个社会对金钱的集体焦虑也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能量钟摆。钟摆本身没有所谓的好或坏，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透过引发你的强烈情绪，然后悄悄吸收你的情绪起伏，转化为能够继续摆动的养分。不管你对它满怀热情，还是充满着厌恶，对能量钟摆来说完全没有区别。只要你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波动，只要你的注意力被它紧紧抓住，你就是在把最宝贵的能量输送给他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越不想遇到某种人，就越常遇到。当你心里想着我千万不要遇到他，我真的好讨厌他时，你的内心产生了极度强烈的抗拒情绪。这股带着恐惧与厌恶的强大能量，就像在黑暗中发射的探照灯，瞬间就被钟摆给捕捉到了。钟摆吸收了你的抗拒能量，获得了养分，然后它就会在量子场中自动为你切换到充满冲突的频道，匹配出更多让你讨厌的情境与人物，好让你继续生气和厌恶，它才能继续获取能量。你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些能量的提供者。当你与让你痛苦的对象产生对抗时，你以为你是在保护自己，你以为你在反击，但实际上你只是在用力地推着能量钟摆。你推得越用力，钟摆吸收的动能就越大，当它荡回来的时候，击中你的力道就会越猛烈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每天抱怨生活，每天在心里与世界对抗的人，他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不顺遂，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能量都交给了充满焦虑与内耗的钟摆。既然抗拒会引来焦虑与内耗，那我们每天满怀激情地去追求梦想，总可以了吧？这就来到了泽兰理论中最颠覆常理，也最能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核心概念，叫做过剩潜力。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总是说，你要付出200%的努力去追求它，但是泽兰却严厉地警告我们，过度强烈的渴望往往是毁灭梦想的致命毒药。因为当你极度渴望时，你的潜台词其实是我现在没有，而且我害怕得不到。例如，当你觉得如果我没有得到这个工作我就完蛋了，如果我不赚大钱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，你的内心就会产生不平衡的紧绷感。这就是在量子场中制造出的过剩潜力。对宇宙来说，过剩潜力就像是平静湖面上突然隆起的一座水球，为了恢复整体的平衡，宇宙的平衡力就会介入。而平衡力消除过剩潜力最快速的方法，就是直接把那个目标从你身边拿走，或者在你前进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，
从而打碎你那过度紧绷的渴望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在感情中患得患失、紧抓着不放的人，最终总是面临失去的结局。那些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，每天为了钱焦虑不安的人，财富总是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。因为你的过度在乎，反而触发了宇宙的防御机制，把丰盛给远远地推开了。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既不能抗拒讨厌的事物，也不能过度渴望喜欢的事物，难道我们只能像个木头一样无所作为吗？当然不是。能够在量子变体空间中自由穿梭，毫不费力地显化丰盛的超级个体，都懂得运用两个能量操作技巧。第一叫做降低重要性，第二叫做假装出租自己。首先，什么是降低重要性？这绝对不是要你放弃梦想，也不是要你变得冷漠无情，而是要你拔掉那个让情绪暴走的隐隙。当你发现自己又在为了一件事情焦虑到睡不住时，请立刻在心里按下暂停键，轻声地告诉自己，没事的，放轻松，这一切最终都不会有问题的。试着在心底接受最坏的结果，告诉自己，就算这次失败了，人生也永远允许你重新来过。当你真正接受了这个想法时，那个被你放大的能量就会慢慢降下来。当你不再把这件事视为生死交关的问题时，过剩潜力就消失了，宇宙的平衡力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。你依然可以有目标，但你的内心是轻松的。第二个技巧叫做出租自己，这不是叫你出卖灵魂，而是要你想象自己是一个敬业的演员，正在扮演一个称职的角色。你表面上点头微笑，把眼前的麻烦顺利地处理好，但你的内心却像个冷静的旁观者，绝不参与这场情绪的泥淖。当钟摆发现他无法从你身上获取任何情绪反应时，他就会因为失去动力而慢慢停下来。当你对某个厄运完全失去反应的时候，你在那个厄运的频率里就成了隐形人。这听起来似乎是一种极高境界的修行，但其实这是一套完全可以透过日常练习来掌握的心法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把这套不对抗的智慧融入生活，学会如何在混乱中保持内心的从容，不再被外在的烦恼消耗能量，我极度强烈地推荐你去阅读麦克辛格的经典著作《沉浮实验》。瓦基姆·泽兰用量子物理学为我们画出了宇宙运作的客观蓝图，而麦克辛格则用他一生的真实经历为我们写下了最完美、最震撼的实践手册。臣服从来都不是委曲求全，也不是软弱认输。真正的臣服就是学会放下个人意志的过度干预，停止与当下的现实对抗，让宇宙那股更庞大、更智慧的生命之流自动把你推向丰盛的彼岸。当你不再用力紧抓，当你学会放手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生命为你准备的礼物远远超过你那5%的潜意识所能想象的极限。今晚在入睡之前，请给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，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宣告，我放下所有的对抗与执着，我允许生命以最轻松的方式为我带来奇迹。如果你想深入学习，请到说明栏或留言区领取我们为你准备的专属资源。以上的内容由犀牛时刻为你制作，希望能为你带来平静的力量。欢迎留言、按赞、订阅，让我们一起前行。